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机长季、尊享初入职场机长季分游记等超多精彩内容。Hello， 早。早啊！那么大家也知道，韩教员已经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礼物。到底是什么？这一季的节目已经快临近尾声了嘛，我们要进行一个总结。准备的呢是什么？荣誉证书。哇！然后呢，我们就随机抽，然后抽到谁的，咱们就互相念谁的；要是抽到自己的，就念自己的，好不好？好的。这是对于这一季呢，在座的各位的一些总结也好，夸赞。对。哦。我要先讲吗？都可以。那我要先，很荣幸的通知您，志玲哥 Captain Crew 的角色深入人心，成为大家心目中的白月光。这一次重返职场，见证玉婷女性柔软的力量，一路 pick 玉婷到底。我选玉婷，她是女生嘛，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就是万中无一嘛。4个全是男的。是的。哦，好快，手起刀落。现在已经恢复过来了，他已经可以了。你看他手，他都没停过。他游的也很快，这个速度。5分20秒，行动！我要仰慕你了。哇！太厉害了，太棒！感谢志玲哥对学员们考核时都保持真诚专注的态度，感谢您陪伴着大家一路前行，让他们不忘初心，驾驶飞机冲上云霄。天若有情天亦老，志玲挺你永不老。我的奖是，你的奖是挺你到底奖。那既然他 Q 到我，那应该我是第2个来宣布了吧？好，没问题。这个是齐思俊对小齐来的。小齐连续3季参与机场助力，是带病一直坚持着的老友。首先向观众朋友们再次请一次的病假，我下次就肯定到位，全力做好科普的工作。现在厦航拥有211架飞机，运营了400多条航线。机长来这儿每天都会领取这个飞行资料和那个放行讲解。不是 AOC 是什么？厦航所有飞机的统筹中心，是长在观众心巴上的嘴技。选人的时候有这个颜值要求，还是机长餐的时候你可以标注自己的忌口吗？就是人啊，一定要跟自己比。深入了解乘务背后的故事。低头，紧迫用力 ，hand down breath， 持续观察，然后将它转移。好的。这太稀了，用真情实意来陪伴学员的助力团。来吧，雨婷，快走，去班长，不知道看哪，你就开心的看向前方。不管是节目当中还是节目之外，一直有关注的各位，感谢小齐3年的陪伴，山海皆和平，时光永不老。谁的志业的付出为很多人照亮了理想与远方。自信 ，respect。你得到的是什么奖？你的是职场3季元老功勋奖。哇！元老这个词，这个名字感觉我已经要退休了。感谢。好，那么接下来到我了。我这边收到的是俊辰，你是法医与机长共同的家人，2季联动，诚心诚意，鼓舞士气，不偏不倚。你是最百变的考核助力员，是冰火案隐藏的物证资料，是奇遇待破解的灯箱内胆。
好，姐姐没事吧？我也杀一票。海边运动会，你翘伞做纸箱为大家遮阳；落日音乐会上，你演唱主题曲泪洒现场。感谢俊辰，你是我们最温暖真诚的小太阳。很感性，很感性。郭俊辰，恭喜你在《初入职场机场季》中担任青春飞友团表现优异，被评为诚心诚意奖。那既然到我了啊，就是我说这个是我就不看了啊，您说啊，那姐自己读吧，要不然。哎呀，您读嘛。依林姐，有些人离开了职场就没有回来，你从家庭归来，仍是一生陪伴。又不是过世了。你从家庭归来，仍是一路陪伴。开心果是你永远为大家的第一印象，而早产女乘客重返职场的空乘，一个个角色鲜活的演绎，宛如旋转钻石，折射出女性的更多面。支持抢答，拼手速和积累。打开安全门，太危险了吧！成田机场的风，金远。实习空乘拼勇气，敢一马当先。跨出去，脚先出。敢拼，爱拼是你每个高光的瞬间最耀眼的闪光，飞行的精彩因你环环相扣，无需华丽的包装，仅凭内在的光芒便能照亮周围的一切。哇，这个好高光啊！然后，恭喜依玲姐在《初入职场机场季》中表现优异，被评为职场最强辅助 Queen 奖。好，接下来综艺之神的眷顾，王哥现在脸已经开始红了。我很擅长夸别人，但我真的不擅长夸自己。我要抽离一下，大声的念出来。好，好糗。哇哦！我让我听听啊，王哥带着一颗谦逊与包容的心，理解并尊重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别人的心声，从大众的视角敢问、敢做、敢发声。飞机有些座位是空的，为什么不能调位置？他们为什么不能跟我享受一样的待遇？马上要赶下一个行程，这个时候我们在行李转盘等超久。站在他人立场，让爱与正义的声音更加响亮。客到飞行员的强强联合，眼中闪烁着光芒。AOC 提问直击关键，我起飞的那个地方，它是晴空万里，我降落的目的地也是晴空万里，为什么还要延误我？往前看，还是往前看，遇事不慌，心态超好，饱含真挚，人文关怀，以尊珍惜。感谢你用声音为大家增添了无尽的力量与光芒，小王总。我这个小王总为什么还要坐在那个经济舱啊？请继续霸道发声，温暖每一个角落，让快乐无极限吧。好，你的奖项名称是王敬轩，恭喜你在《初入职场机长季》中担任青春飞行团，表现优异，被评为职场最强嘴替奖，特发此证，以资鼓励。那既然我们都有这个奖，那是不是我们之前的其他的朋友是不是也需要？对，我觉得可以。其他的飞友团成员，然后来的这些朋友们，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根据他们在节目当中来的表现。啊，是我们来想是不是？那我们就可以异想天开一下。先想谁？先想周周吧。周周就只有这一次没来，就是最后颁奖的时候没来。最唐突奖啊，可以，最唐突奖。我叫唐突了，刚好很适合他。是因为九州在节目里面他演了个角色叫唐突了。对，其实也是敢说敢做。其实我觉得九九在节目里也都是敢说敢做。对，因为
讲话经常得罪人。导演快一点好不好？他在职场当中观察别人的时候也非常的细心。在小董身上，我会找到自己的共鸣点。各个行业的职业选择其实都是可以尝试的，就是选择了可以把它做好。如果让我去换别的行业，我一样可以把它做好。非常的暖心，还给秀送了一个他画的画。秀，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你的知识储备肯定没问题。我相信你的好朋友也是你的对手。其实，在你优秀的时候，在你被看到的时候，他们都会真心的祝福你。因为我们是一个竞技，我觉得尽情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那就只是最佳职场唐突奖。可以，最佳青春无敌唐突。可以，青春无敌唐突奖。好，那我们恭喜唐九洲获得本季职场青春无敌唐突奖。哎，挺适合我的啊。好，那么接下来小孙哥，最强空宝啊，他一定是的。听说他 pick 的跟我同一个人啊，是和你一样有眼光，同时在王哥身上展现了一下武力值，因为他演那个飞机上的安全员，对我都演不下去，因为我余光看到他这样，很恐怖，对不对？然后我心想一定要演吗？我说好吧，我就刚砸2下，他就过来。我上飞机，又上飞机，我只是飞机上的安全员，就直接制服他，他一要冲起来，直接，对，直接把我制服，因为本来我还要拿东西，我想应该松一点，拿不到。他说sorry， 我才拿，对。哎，小孙哥他那次来很幸运，他有坐上模拟器，让我圆一下梦嘛。准备落地了，加油，加油，机长！准备落地，准备落地，降落，加油，加油，降落，加油！带感那个，哇！可以。哇，他一直在说，他说是不是只有我做模拟器？厉害啊！所以我们给他的称号是，我觉得要和安全感、男友力爆棚这种给人足够安全感的称号，很有力量，一个抬头。对，很安全的小兔子，小什么？开始公报私仇了。最叫什么？安全无小事，空宝有小春。好，安全无小事，空宝有小春奖。好，恭喜！我想下一位黄宗泽。他来说最高光的就是他那个 LC 的那个短片。嗨 ，BB， 今天带你去一个很惊喜的地方。平时呢，你一定不可能来到这里的。这里就是管理航班的 AOC 了。他的 AOC 的短片得到了全微博最多的赞。真的啊？为什么呢？他是以一个男友的视角作弊了他。但是没办法，我认。然后他跟那个当时宣传不是我们那个飞机的那个，宣传感很强，然后很体贴。心动宣传大使怎么样？好，心动宣传大使，恭喜黄宗泽先生获得了心动宣传大使奖。恭喜恭喜。好，那么接下来下一位。卓西哥要给你个机会，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绝对不反驳。我觉得他外表跟他的内心有一种反差嘛。外表很硬汉嘛，很 man， 但他内心很柔软。其实他来上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因为他那一集有跟小朋友讲故事。跳跳在一直在玩。他其实反差感很强，内心很柔软。赢了，我们赢了！赢了，机长。好，这样一个坏人，其实他是好人，对吗？所以他应该是什么奖？面恶心善奖。不错，这个面恶心善奖不错。换个词，铁汉柔情奖了，铁汉柔情奖了。恭喜吴卓羲先生获得了铁汉柔情奖，恭喜恭喜！好，接下来陈立农。农来那期觉得他整个人活力满满，然后对什么事情都好好奇。哎，农是几后？他
是属龙的吧？00。一般都是说00后整顿职场嘛。对，他也是带着很多这个他的想法来的这个节目里边，然后他作为机长的时候也是不断的整活，对吧？开心。所以我觉得可以往这个就是整活啊这方向去。00整活奖，最佳整顿职场00后奖，可以。恭喜陈立农获得最佳整顿职场00后奖。那么接下来还有谁？范世琦。范世琦最犯人精奖。可以。犯人精，正好咱打一个那个谐音梗嘛，因为他说话很直接。我跟他合作过嘛，那个披荆斩棘的是，我还是跟他对一讲，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死孩子。很好，什么都跟我怼啊，我怎么？没事，他连我都怼，他谁都怼，无差别攻击。他就是一个死孩子，最佳死孩子奖。凡人精奖跟死孩子奖，你自己选一个。买东西来了。他很直率，然后他很真诚。对，虽然不想承认，好啦，我们都很喜欢你。我扮演角色的名字叫范人精，我是一个积极的小马达工程，资深前辈一手选拔栽培的，非常懂得察言观色，能洞察领导心思的。歘记一下，然后歘再绕一圈，歘一记，啪一塞，歘一塞，完事儿。OK， 好，那么恭喜范世琦获得了本季职场最佳死孩子奖。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每个人的奖项已经颁发完毕，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我们也收好了这份荣誉证书，然后在这里感谢我们的青春飞行团，感谢韩教员，感谢对我们的认可。现在情景演绎完毕了，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提问环节。提问环节。在刚刚的情景中，有哪些情况是和 SOP 还有公司手册相悖的？请列举一下。从一开始，王哥就是王叔。哦，王叔在那个我们飞行的过程中，就是一直在闲聊别的事情，这个就是不对的。应该是去保持对飞机的一个监控，还有实时更新自己的情景意识，了解当前飞机和环境。然后再下一个就是在飞机驾驶舱里抽电子烟，遮挡我们的风挡，这个平时是明令禁止。然后下一条，这个个人感情问题不能去影响我们的工作，因为王叔这次是副驾驶，他没有经过我的允许，然后他就直接解开安全带就跑出去了。本身直接出去就是错的，而且他还和我们的乘务长发生了一个斗殴行为，这就是错上加错，是违反公司的规定了。没有了吗？好像没什么了，应该就这些。其实他刚才的表现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俩在外面争吵起来，你选择的方式是把机长室的门关上，你为什么会在当时做出这样一个反应，而不是说让我们进去，你劝我们？因为如果我是机长的话，我就是飞机，飞机就是我，就是我最先要保障的是安全，就是驾驶舱完全受我控制。首先，我们不会受到生命财产的威胁，才有机会去处理后续的事情。而且我叫了好几次的安全员去制止前舱的斗殴行为，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所以我判断为客舱现在不受我的控制，所以我想到是隔绝开。如果是有观察员的话，3人制机组也可以按照那个副驾驶失能的原则去做，让我们的观察员先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让他履行副驾驶职责也是正确的。
因为你刚才采取的方法其实是相对而言比较严肃的、强势的。那万一这个人他就是脾气很暴躁，你越强势他越强势。就如果我刚才的方法是你跟我说你跟谁俩呢你？如果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就要用人性去击败他了。怎么说？我刚刚采取的是先劝，然后再严肃一点的去点你刚才做的有一些不对的点，然后还不行就更严厉一些，如果还不行，那我就哄爹了。你就什么？先哄爹，哄爹。你先把活干了，咱俩别一块儿了，服软了。对，先服软，安抚下来，后面再去处理。如果他后续的整个工作状态都是这种情况，就想办法，比如说他去上厕所，你就去联系乘务长，用安全员让他先停止工作。如果能恢复工作就恢复工作，如果不能恢复工作就停止他的工作。下级以后再用相应的规章去处罚他。我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个乘务长，几次合作下来，发现他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然后你也很欣赏他的乘务长，但是你发现他常常霸凌新人、欺负新人，这时候你会做出什么？他这个霸凌新人，我觉得是永远不可能避免的一种情况。我对这件事儿其实是有2种态度。在工作期间，如果太过分了，会影响到新乘务员的工作状态，我就会去制止。如果看到我就会制止。但如果不会影响到工作状态的一种程度的话，我会默许它发生，然后等工作后再做处理。因为我是要保障我们飞行过程中的安全。如果被霸凌的这个乘务员，他出现了一些工作消极或者是明显的效率低，我可能会去跟这个乘务员去聊一聊，就是让他给他一些鼓励啊什么的，就是给他一些这样相应的一些激励。好，我这边的问题是在刚刚的情景中有哪些是和公司的 SOP 还有手册相悖的情况，请列举出来。首先是戴手镯，遮挡我们的驾舱风挡。王哥抽电子烟，时不时动上我的加热杆，走神一直看窗外的风景，这也是我们违反 SOP 的一个总则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了很多很夸张的一些案例。但你知道吗？我曾经飞过一次航班，非常惊险，我遇到雷暴。巡航过程中虽然可以说是进行一定的聊天，但是也不能一直就是长时间的去脱离我们工作状态，去聊很多与飞行无关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把一些工作上的情绪给它放大了，就比如说我们后舱的乘务长和3号在进行一个争吵。知道今天整架航班所有事情都是我在做吗？我的副驾驶因为是在追求3号的一个关系，情绪也是被放大了，甚至说是未经机长允许直接冲出了驾驶舱门，已经用到了最后一步警告方，我再警告他了，直到我说你再这样我就把你判定为失能了，他才选择了回到了工作岗位。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严重的违反了我们公司的 SOP。好的，那我这边就是有一个疑问，就是现在是属于暑运期间旺季生产，已经有连续2天发生航班大面积的延误，导致都是凌晨落地。如果你今天是机长，发现你的副驾驶上飞机的时候情绪比较低落，这种时候你会怎么办？我会先去问他今天怎么了，然后发生什么。如果他愿意告诉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如果他不愿意告诉的话，我再鼓励他。如果他情绪还是持续低落的话，我就说，首先要把握航班的任务。如果他态度有所改观，我们就会继续进行航班。如果他非常的不耐烦，我可能会问一下他的队长或者问一下他的朋友发生了什么。假如说是会影响到飞行的话，我可能会考虑换人。包括我也会查他一些休息的时间，是否是休息的足够，满足我们休息期要求。对。我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刚刚的情形当中，有哪些情况是与 SOP 和公司的手册规章有违背的？请列举出来。首先
第一个指令是上高度的指令，右座飞行员没有按照 SOP 去查证110栋361，就直接要上手去调上高度110栋，职场852栋，110栋，36栋。第二次我纠正他，其实这个时候责任区已经变化了，然后他还继续想上手去调，高度是错误的哟，我给你演示一下。110栋。我来控制。110栋，35栋。在职责切换之后，他还想去调，这是一个跨责任区的动作。还有就是飞行员的职责问题，在座飞行员没有做好自己的职责，对后座进行互相的辱骂，甚至有到上手的动作。右座有一点失能的情况，后座的驾驶员目前水平还是正常的，所以就先让他到了前座来。在后面 SOP 里面，我们需要去开驾驶舱门的时候，是需要确认视频无跟随正确的进入的人才可以去进行开门。但是我们好几次开门的动作都是没有确认，直接开门。机长，您稍等一下，您稍等一下。走道上面是有斜的，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这张副驾衣服是散开的一个状态，衣冠不整，不符合我们的仪容仪表的管理的。乘务长送饭的时候，拿着3个饭直接就进来了。正常我们驾驶舱饮食的话是会提前告知你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因为相同的餐食是要间隔1个小时，有一些短的航段也是不太适合吃饭的，所以并不会有这种乘务长直接打铃拿着3个饭进来的这种情况。那第二个问题，在航前准备的时候，你已经收到了舱单，然后副驾驶呢也核实了舱单，没有发现舱单上漏写了因斯加机组的人员。但是你作为机长呢，在检查的时候发现了，那副驾驶被你批评之后呢，他情绪不佳，你会怎么处理呢？首先是这样子的，我会调整自己的状态去影响副驾驶。比如说，他今天是一个比较高兴、比较激昂、比较过度自信的状态，那我就会表现得稍微严厉。如果副驾驶比较沮丧，失去了一定的信心，那么我也会去扮演一个相对慈祥，然后是把自己的姿态放低，并且和他沟通。首先我会安慰他，错误是每个人都会犯的，机长这条路我也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它发现了，解决了。你现在的沮丧会降低你在飞行当中的飞行实力，所以如果我今天的状态也还一般，我也需要你的帮助。如果我犯了同样的错误，我希望你能及时的纠正我。一个是鼓励他，给他信心；一个是主动向他求助，表明我也有这样的需求。我们的最终目的一定是去保障一个航班的安全运行，所以其实领导力就是分2步走，用自己的情绪跟行为影响他人，最终的目的就是保障飞行的绝对安全。来吧。第一个问题，在刚刚的情境当中，有哪些情况与 SOP 和公司的规章规定有相违背的地方，请列举出来。好的，首先我目前能想到的第一件事儿，是刚才静林哥在调高度的时候，原本给的是110栋的高度，对，然后但是静林哥调的是1洞拐351，然后我是发现了，然后有去让他再证实一下高度，然后重新调定的。110栋351，361吧，110栋，再证实一下。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驾驶舱的 DRM 的配合上，首先我认为，2位副驾驶的情绪上没有把控好，因为每次我们做航前准备，上面有一句话写的是该飞行员是否心态合格等等，会有一些这些要求，所以说相当于他们在自检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去严格的去检查这个情况。如果我是其中一个的话，我会果断的去跟公司提出这个要求，就是我们不去共同执行这一个航班。还有一点就是在静林哥离开副驾驶座位，然后准备要出去，然后他把操纵交接给我的时候，他没有去跟我去证实我们飞机当前的各项参数。这个在我们往常的飞行中是要会进行一个交接，然后静林哥才能离开座位出驾驶舱的。我取一下洗手。好。包括在静林哥进到驾驶舱的时候，然后我们也没有进行一个很明确的沟通。那么在进入到驾驶舱的时候，我认为他不应该去要求俊臣起身，然后说他想上座。
起来吧，你情绪不稳定，话这是多啊！稍等，不要有任何的肢体动作好吗？首先，作为一名机长的话，我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所以说果断的拒绝了。还有就是郑林哥出驾驶舱之后，然后他所做出的这个举动，其实，也变相的吸引到了一些乘客对他的一些注意力。问你这个飞机颠簸的时候，那个鞋子飞起来打到那个客人的头上面，那是你的问题，还是我们开飞机开得不稳呢？就是正常来讲，我们其实是不想让其他的乘客看到我们作为机组成员，然后有出入驾驶舱的这个感觉。虽然说驾驶舱里边还是双人制在执行航班，保证安全没有问题，但是，会让乘客产生一定的恐慌。然后还有这一个就是餐食的这个原因，餐食的情况我们一般所谓的就是同餐不同食。然后，如果要是同时的话，我们要间隔几个小时的这种情况。然后刚才其实乘务长有问我说要先给谁开餐，其实当时我是想说，我说先给俊辰开餐，然后就不让我们每个人这个吃饭的时间是一样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不太确定是因为咱们模拟机的这个原因，还是某种原因，就是乘务长在进驾驶舱的时候，他是以敲门的这个形式，然后去就是我的问题。正常应该是我们会在地面上会制定一个这个空放院，所谓的空放院呢，一般我们是会按那个驾驶舱呼唤铃，然后让我们去开门的。是你的部队。对，这个是的确是你发现的问题之一。然后据说俊辰哥有抢这个一个女朋友。这个作为我们职业飞行员，在生活作风中也会去也要严格的去要求自己。我们作为演员也是的。对呀，我们因为说我们也很紧张，你会怎么接呢？那个紧张啥呀？对，大体就是这样的。行，我看也答的基本全面了哈。那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好。那在航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副驾驶核实舱单，他没有发现一个因私加机组的情况，舱单上漏血了。然后你作为机长在复核舱单的时候呢，发现了，然后你就指出了副驾驶的问题，但是呢，副驾驶的情绪因此就不佳了。那你该怎么办？我会先劝导。劝导不成呢，可能就是再严格一点，很明确的去质询他，跟他去诉说一个后果。然后如果呢，他还是这个情况，那么我可能就会变得再强制一点，就是我会很严正的去跟他提出交涉，甚至说，让安全员然后请他下飞机，然后我们去更换机组成员。因为刚刚看到舱单的那个时候，我们应该还在地面，我们也是有时间、有这个能力去让公司去给我们换一名合格的机组成员上飞机。就是一切的宗旨以不带任何的安全隐患上天，这个是我认为的一个宗旨。行，那我这边的问题就问完了。好，我们这也都没有问题了。那么本次的考核就结束了。好的，就可以先稍作休息。好，辛苦仁哥，谢谢。谢谢的。好，待会儿见。好。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的是最紧急的一个大情况。在这个大情况当中，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明天的大的情况是呢，仁哥的未婚妻也要作为家属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来。成功，因为据了解，好像仁哥还没有举行这个求婚的。没错，对我女朋友她也是乘务员嘛，对，然后所以说其实我一直想办一个求婚，就是在机舱内。在他工作的环境，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我们拥有这样最绝佳的环境，然后第二呢，又是以节目的方式能够全方位的做一个记录纪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然后还有你们助阵的这么多嘉宾。我就在明天晚上吃饭中间，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找个理由，我们先过来。你有哪些就是他会喜欢的元素可以讲一下？我觉得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可以考虑进来。不是，你们有什么定情歌曲？就是一听到就觉得就是这首。
感谢你特别邀请，感谢你特别邀请。好想分手放开我。要不要来一首时间煮雨？风吹雨成水情记。什么歌呢？其实有一首歌叫《情歌》，梁静茹的《情歌》。那首情歌，情歌的故事是怎么来的？这个歌其实是我第一首给他唱的歌。唱给他的。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但我得提醒你，因为这首歌的本来的故事它讲的是分别。对，我觉得就是情歌是第一首歌曲，以情歌为开头，然后还有一首 happy ending 的一个大修成正果的好日子。好，要不好运来吧？怎么样？叠个千纸鹤，再系一个红腰带。你老婆会气死的，她在镜头前一定会很开心，然后等镜头一关，她会找地方打你，回去要打死我。对，反正那个蓝牙音响我们准备好，然后情歌这个是定下来了。我觉得就是今天晚上你考虑一下，明天见面之后偷偷告诉我们。可以。然后我们现在就来设置一下现场。那我们应该要让他扮演乘务员，对不对？对，在他的工作环境。然后你要用机场广播来告白。这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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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我刚刚就想这个。这个惊喜要再直观一点，鲜花，对，什么打开车后备箱，砰，然后那个气球鲜花出来，那就用这个，那就用这个，打开，对啊，这么打开不就行了吗？打开，比如说谁扮演一个旅客，然后跟我女朋友去说，然后有东西能不能让他帮忙拿一下？我说这个觉得很适合我，因为我们总演这种。可以，我觉得可以。那你模拟走一遍，然后这样老师，我们来定一下几个机位。比如说我们这里，如果说我们要自己拿设备拍的话，我们怎么来拍比较好？喂。哦，可以，有那味儿了。OK 的，走一下啊。喂，那谁？王的秀。喂，那谁？喂，哎，你好，女士，请问您怎么了？我珍贵的包包在上面，可以帮我拿吗？啊，好的，那我去给你拿一下。红色的，好的。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任明伟。我想特殊的意义在于，我想向我的乘务长女朋友求婚。氛围组到位了，绝对会。你算了，明天再讲啊，明天再讲。我跟你说，其实这个如果剧透的话，会感觉有点那个。让他走完。然后我就讲一个话。好，没问题，那就这么定了。我认为可以。我们明天就依照计划进行。走。好，出发。最后一次游玩，今天绝对的能玩好。我们的队名是韩罗州猎捕大队。小周来吧。反了你！还等什么？音乐呢？您救起孩子什么的事？采蘑菇。哦。请抢答。对。回答错误。师姐。嘿嘿。你看他频率很小。对他频率更快。秀儿不要打得这么。这两个人的人类奇怪行为。救命啊！救命啊！哎，真棒！加油，秀！你能不能快答呀？这一次愿望迎风而上，看晨曦曙光在更高地方，每一次期望迎风而上，追夏日海浪，闭上了天空来去远方，去远方。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初入职场机长季，一起共享蓝天旅程。上微博搜索初入职场机长季话题页，参与节目更多精彩互动。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初入职场机长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指定问答社区知乎，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城市地标裸眼 3D 大屏合作伙伴：长沙之星国金裸眼 3D 大屏，成都兰博基尼中心地标大屏，杭州数字双目裸眼 3D 大屏。特别合作：扇贝 APP、网易有道词典、智联招聘、前程无忧、途家、智行铁友、百度输入法、WiFi 万能钥匙、美图秀秀。特别鸣谢微博校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民航大学、西安航空学院、山东航空学院、南昌航空大学、安阳工学院。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专属练歌房、温莎 KTV。